距离发表对华政策讲话不到1周的时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三又在一场演说中表示，中国是美国面临的长期挑战，还宣称美国将联合盟友塑造国际环境，以围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四以5个反问回击布林肯的相关言论。在周三，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举办的一场视频会议上，布林肯借碰瓷乌克兰危机再次提及中国。Even as we're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to stand up for Ukraine's security, for its democracy, for its independence, we will resolutely remain focused on other challenges that we face around the world, starting with what we see as the most serious long-term challenge to that rules-based order, and that's the challenge posed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布林肯延续上周四的新三分法的论调，再次否认美国在遏制中国，还称在应对从新冠危机到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时，美国必须要与中国合作。美中两国的关系错综复杂，但是未来我们必须要相互打交道。At the same time, as we tried to make clear, we still see important areas of cooperation, and we'll pursue those wherever we can. 当前呢，在对中国进行围堵的过程当中，不能忽视的一个因素就是对于美国自身的反噬。中国的发展，这是一个可以看到的比较确定的趋势，是美国必须要应对的一个趋势。但是呢，对于美国是不是能够遏制中国，以及未来如何与中国相处，现在呢仍然在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仍然有一些这个可进行操作的空间。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呢，很明确的是，美国还是希望以所谓的最小的代价来更好的维护自身的霸权，即使呢与中方之间进行所谓的合作，也是要以美国的利益为目标，以美国的战略目的为核心的指向。周四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布林肯炒冷饭的涉华政策言论，发言人赵立坚连发5问。他反问美方：什么是不完美但自由的秩序？是指美方可以为所欲为，而别国只能言听计从、亦步亦趋吗？是指美方才可以随意军事打击其他主权国家，而别国只能忍气吞声吗？是指美方可以肆意非法单边制裁其他主权国家，而别国只能逆来顺受吗？是指美方可以毫无底线攻击抹黑、打压遏制其他国家正当主权、安全发展权利，而别国只能束手待宰，绝不还手还嘴吗？这不是什么自由，更不是什么秩序，而是霸权、霸凌、霸道，是美国及少数国家炮制的家法帮规。当美国谈国际秩序的时候，首先大家要看清楚美国谈的秩序它的真面目是什么。那另外，为什么美国动辄谈国际秩序？是因为美国发现在对中国进行打压的过程当中，美方发现自身有一些力不从心，而力不从心背后的原因就是美国已经无力打2场战线的战争，同时呢，在进行大国竞争的过程当中，对方的反弹也让美国非常的吃力。所以现在美国考虑到的是拉帮结派，是以人多势众的方式来搞大国竞争。那如何拉帮结派？光是强调所谓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美国认为呢还不足以形成更广泛的合围。而在谈到国际秩序的时候，似乎可以引起更多国家的关注。事实上，对于布林肯以三分法2.0，也就是投资、协同和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中方上周以来多次予以驳斥。国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周二表示，布林肯的演讲反映出美国抱持冷战思维，沿袭霸权逻辑，只会引发冲突对抗，分裂国际社会。中美关系正处在重要的十字路口，美方应做出正确抉择，不要在三分法3点论上不断做文章。当前中美关系的氛围很不正常，美方的极度焦虑完全没有必要。中国压倒一切的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自己，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美国如果一味以大国竞争定义中美关系，以你输我赢作为政策目标，只会将中美推向对抗冲突，将世界推向分裂动荡。而外交部发言人也自上周五以来连续5场例行记者会上对布林肯的讲话予以回应和坚决批驳。周四，赵立坚对布林肯在对华政策演讲中挑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血肉联系表示坚决反对。赵立坚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也为中国宪法所确认。赵立坚强调，当前世界迫切需要的是携手合作，守护人类生命健康，促进世界经济复苏，维护世界和平安宁，而不是操弄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伪命题，不是人为放大国家间政治制度差异，更不是以意识形态划线，人为的割裂世界。我们希望美方不要再枉费心机，他们应该
把有限的精力和能力放在解决自己堆积如山的国内问题上，切实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纽约时报也关注到美政府对中国的双面态度，一面将中国视为最大威胁，一面有选择性的和中国合作。扎卡里·卡拉贝尔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指出，与其把中国描绘成美国的下一个大敌，不如认识到中美两国虽然关系紧张，但仍保持紧密联系的重要性，这会更有利于美国的安全。我们应该培养而不是危害这些关系，这对两国保持繁荣、稳定和安全至关重要。他指出，美方焦点集中在中国对全球秩序的影响力日渐上升，将导致华盛顿与北京的合作空间缩小。扎卡里·卡拉贝尔建议拜登政府应该找到与中国打交道的新方式，并采取大胆步骤，比如取消特朗普时代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不要做一个动辄就与中国对抗的总统，而是要做有战略眼光的总统。周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正考虑将更多中企纳入黑名单，近期不放松制裁。雷蒙多还说，如果可能，他希望与美国盟友合作，使他们采取与美方出口管制一致的贸易限制。这样的一种方式，在拜登政府看来更加便捷、见效更快，会某种程度影响中期选举的结果。但是大家会看到，美国选择的路径的实质，现在在这种商务的方面继续对中国加压的实质，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溢出效应，让美国的通胀、经济的困境变得更加的艰难。所以，这是一种所谓的饮鸩止渴的方式。对于美国一再打压中企的行为，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周四表示，坚决反对美方考虑拉黑更多中企。美方将出口管制作为政治打压和经济霸凌的工具，在缺乏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对他国企业、机构和个人进行打压遏制，给包括中美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正常经贸合作制造困难和障碍，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和贸易规则，严重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高峰强调，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中国驻日本大使孔铉佑周三应邀出席日中协会交流大会。面对日本对华友好团体，孔铉佑呼吁日本保持战略自主，平衡处理好对华对美关系，不应在日美同盟一条道上走到黑，多为促进地区和世界发展发挥积极作用。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成为两国关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孔铉佑在周三的演讲中指出，50年后的今天，无论国际形势还是中日两国自身都发生很大变化，中日关系新老问题交织凸显，再一次来到何去何从的关键路口，面临走回头路甚至误入歧途的风险。孔铉佑表示，希望双方做出正确选择，维护和巩固中日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局面，把一个更加成熟稳定的中日关系带到下一个50年。孔铉佑呼吁中日要有效管控矛盾分歧。他特别指出，台湾问题是事关中日关系根基的高度敏感问题，一旦处理不好，将对两国关系带来破坏性影响。在当前美方肆无忌惮大打台湾牌，不断搅动台海局势之际，日方与美策应配合，不时在一个中国原则上搞小动作，涉台消极动向密集突出，给中日关系发展制造了严重障碍。孔铉佑强调，希望日方信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原则和迄今承诺，不逾矩不越线，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避免对中日关系带来更加严重冲击。实际上是也是告诫日本，在这个问题上，你日本要三思而后行，不要追随美国，在做这种损害中日关系的这个事情，使得中日关系能够尽快的回到正确轨道上来。我想孔铉佑大使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提醒的告诫日本，台湾问题你是碰不得的。孔铉佑表示，他经常提醒日本朋友，对美关系不是日本外交的全部，日方不应在日美同盟一条道上走到黑，也不应只在少数伙伴国家身上下功夫。希望日方保持战略自主，展现远见和智慧，尤其是平衡处理好对华对美关系，积极改善发展同周边邻国关系，拥抱亚洲大家庭。孔铉佑强调，如果把视野和格局打开，跳出矛盾分歧，站在地区和世界全局的高度，就会发现中日之间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切。希望日方与中方一道，认真回应地区国家期待，在地区和国际多边事务中加强沟通、协调与合作，传播更多正能量。孔铉佑大使实际上是向日本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要让日本方面认清这个形势
不要做这种有损于中日关系的事情。这个要从两国关系发展的大局出发，来审时度势，来选择来做出正确的判断，不要随着美国起舞，不要为美国火中取栗。做这个与邻为壑的事情。孔铉佑就任中国驻日本大使以来，多次公开呼吁要及时排除中日关系发展中的各类干扰因素。他近日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蓝厅观察节目专访时就指出，日美领导人会晤等一系列互动中充斥着涉华消极论调，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挑事，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抹黑，这再次暴露出美企图对华围堵遏制的险恶用心，也暴露出日方主动配合美对华战略的消极倾向。日美打着自由开放印太的旗号，实质上我们认为确实在重拾冷战的思维，搞地缘博弈的小圈子。孔铉佑认为，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世界最需要的是团结合作，本地区最期盼的是和平稳定。亚太地区呢是中国的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中国始终代表着稳定性和正能量，始终积极倡导、推动和维护亚太正确的合作方向。近期，日本一边随美起舞，一边借着美国推行的印太战略，积极谋求扩军修宪。据日本读卖新闻网站周四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将从本月13号开始，在印太地区展开部署，直至10月28号。出云号准航母将参与其中，编队还包括高波号驱逐舰、雾宇号护卫舰和一艘潜艇，以及一架 P-1海上巡逻机等。报道指出，海自编队途中停靠港口将涉及12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斐济、所罗门群岛、汤加和瓦努阿图等南太平洋国家，以及四方安全对话其他成员国美国、印度和澳大利亚。日本方面周三还宣布，首相岸田文雄将出席本月10号在新加坡举行的第19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并在会议期间发表主旨演讲。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称，岸田将针对包括俄乌冲突在内的当前国际形势和日益严峻的地区安保环境，向国际社会宣传实现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所做的努力，以及日本外交安保政策的理念。日本经济新闻指出，岸田出席相会将是自2014年安倍晋三以来，日本首相时隔8年再度出席。我想他的最根本的构想，或者说最根本的出发点是要配合美国在推行所谓印太战略。因此呢，在香格里拉这个会议上，我想他也会发表一些配合美国的一些言行，造成一种声势，来拉拢更多的国家加入到美国的印太战略当中来。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更是紧随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施加制裁，在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动作不断，暴露诸多危险倾向。日本防卫省武官最高领导统合幕僚长山崎幸二于5月中旬还前往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参谋长会议，这是日本统幕长首次出席该会议。因此，外界联想到日本正将俄乌冲突作为自我松绑的契机。人民日报海外版日前刊发的文章指出，从日本近期外交动向来看，一是加紧巩固日美同盟，二是主动制造话题挑起冲突，三是积极参与四边机制 G7 等小圈子，并谋求与五眼联盟、北约开展合作等，其目的都是要追求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美国海关官员证实，美方将依据所谓涉疆法，最快自本月21号起对来自新疆的商品实施禁令。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强调中方将采取有力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和尊严。您对此有何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将经贸议题政治化乃至是武器化，这呢正在成为美方对华大搞恶性竞争、大搞大国博弈的一个主要手段。上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涉华政策演说，宣示对华所谓投资协同竞争的3点方略。那么其中呢2次提到新疆，强打所谓的人权牌，再度恶意炮制种族灭绝和反人类这2项子虚乌有的罪状。那么美方打涉疆人权牌，它聚焦于2大世纪谎言，也就是所谓的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那么在政治领域，美方大谈种族灭绝，搞国际串联，围绕联合国人权高专的最新访华，美方干涉动作不断，甚至呢对人权高专即将出炉的调查报告也是各种施压。那么这就是见证。而在经济领域呢，就是以强迫劳动为幌子，
搞各种经济霸凌乃至产业胁迫。美国海关的最新的宣示显示经济霸凌将会再度升级。今天呢，赵立坚敦促美国不得将法案付诸实施，严正警告美国执意而为，中方呢必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利益和尊严。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通过了反外国制裁法，围绕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长臂管辖等等，中方应对挑战、防范风险的法律工具箱也在不断的丰富完善，正在形成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那么，如果美方执意而为，相关企业当然可以据此依法维权，主张权益；相关权力部门呢，也可以据此来依法行动，以更加高效、更具震慑力的方式来依法治法，切实维护国家、国民和实体的利益。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周二扬言，将把更多中国企业纳入黑名单，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全国广播公司，也就是 NBC 电视台，昨天有个说法火了，成为美国媒体的引述之最。NBC 说，拜登近来心态崩了，所谓 really twisted。他进白宫已经1年多，但是呢，盖洛普最新的民调就在显示，他的执政满意率已经滑落到了42%，甚至比地产商素人总统特朗普同时段的执政满意率还要低1个百分点。按照 NBC 的说法，无论是乌克兰危机，亦或是国内的经济表现、通胀猛虎、油价飞涨，乃至让新生儿父母们头大的婴儿配方奶粉短缺等等，这些个同步上演的紧迫危机，拜登没有异状能够搞定。而现在呢，他压力最大的就是，尽管年尾的中期选举迫在眉睫，但是呢，他的执政团队至今喊不出能够打动或者至少是忽悠美国选民的竞选口号。我个人认为 NBC 的这样一个爆料很有价值。事实上呢，正因为面对连串的危机，苦无良策，甚至是对策，那么拜登执政团队他们就有更大的冲动去打最现成也是最顺手的中国牌。因为呢，现在恶华治华在美国政坛已然是两党共识，是所谓的政治正确。拜登此前在访问韩日期间，面对记者提问，曾经明确告知对方正在考虑是否取消对华附加关税。那么当时我也曾评论，未来即使打了3年多的对华贸易战、收兵止战，但是呢，美方对华的非关税壁垒不会消失，甚至会以各种名目来变本加厉的出现。那么布林肯他不是在演说中公然指责要重塑国际秩序，放眼全世界，中国有这个意图，也为中国有这个实力。布林肯将中国的实力具体描述为日益增强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那么可以预言，美方为中方打造的各种政治化、武器化的竞争工具，将会从经贸向高科技的领域全面延伸。雷蒙多的最新表态，无疑是这样一个趋势的再次确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昨天发表外交政策讲话时，再度强调，中方是长期挑战，美国需要联合盟友共同应对。您对此如何评论？布林肯在对美国权威大刊《外交》的视频讲话中，重申了上周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演讲时的一个主要指控，也就是美方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来自中国，也只有中国越来越有能力在经济、外交、军事、技术上这么做。这实际上也再次确认了美方所谓对华全面竞争的4个主要场域。如果说拜登政府对华战略和前任特朗普有什么区别，那么最大的分野就在于对所谓同盟体系的格外强调，也就是布林肯3点对华方略中的所谓协同。昨天布林肯也再度喊话要联合盟友。美方在拜登访日期间开4国峰会时抛出的印太经济框架，就是构筑所谓制华经济同盟的最新的动作。而在下周举行的香格里拉安全峰会期间，美防长奥斯汀少不了也要大打安全牌。据五角大楼发布的日程表，美日韩已经确认要在相会期间举行3国防长的边会。布林肯此时强调联合盟友来应对，也是要再度吹响所谓的集结号。但是正应了一句热门的网语，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印太经济框架它的口号喊得山响，但是呢，华盛顿邮报一语道破，那不就是缩水版的 TPP 吗？况且框架与后者还是有显著区别的，因为 TPP 是贸易协议，需要国会批准。当然了，特朗普在奥巴马之后上来
他呢也根本没把具有国际法效力的 TPP 放在眼里，说退就退了。那么就连日本共同社现在都回过味了，前几天播发了如此标题的电稿 ，IPEF 也就是印太经济框架同床异梦，缺乏具体内容。下周揭幕的相会阵仗很大，包括日本首相、中美防长在内的多国防长已经确定参会，美方又将会鼓噪怎样的对华安全阵型？我们呢拭目以待。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台媒报道，台湾与美国将启动所谓21世纪贸易倡议。台当局大肆吹嘘称，所谓台美经贸关系取得重要进展。国台办、外交部及商务部都回应表示，坚决反对所谓的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敦促美方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同时正告民进党当局趁早打消以美谋独的算计。台行政部门政务委员邓振中周三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副代表比安奇举行视频会议，之后宣布双方达成所谓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吹嘘称，这个所谓倡议有高度战略意义，更能有助于我争取参加 CPTPP。以及印太经济架构。根据这份倡议，台湾地区将与美国建立贸易谈判架构，双方将就11个议题进行谈判，包括贸易便利化、法规订定原则、农业、协助中小企业贸易等方面。但与印太经济框架一样，不涉及关税减免措施。首轮谈判将于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举行。蔡英文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庆祝，称这是与美国经贸关系的重大突破，却被大批岛内网友留言痛批，称莱猪吃了，武器也买好买满，可是 CPTPP 呢？谈了一堆，然后最重要的印太经济架构还是进不去。对于所谓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周四表示，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商签任何具有主权意涵或官方性质的协议。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当天也作出回应。近期，美方在台湾问题上动作频频，伎俩不断，议员访台也好，贸易对话也罢，实质上都是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为台独分裂势力撑腰打气，搅乱台海和平稳定。美方执意打台湾牌，只会将中美关系带入危险境地。赵立坚表示，美方应该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我们也要正告民进党当局，趁早打消以美谋独的算计，否则他们跳得越高，摔得越惨。商务部发言人高峰也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方核心利益，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对外经济合作的前提，美方应慎重处理与台经贸关系，这事关中美关系大局和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民进党当局自2016年上台以来，一直谋求加强与美国的经贸联系。最早传出要与美国洽谈所谓双边贸易协定 BTA， 后来又声称要和美方签署自贸协定 FTA， 但都遭到美方的拒绝。德国之声电台分析认为，2017年特朗普政府退出 TPP 后，实际上对所有的自贸协议的兴趣都不高，转而奉行美国优先。这一状况在拜登上台后也基本没有改变，因此美方一直无意与台当局进行贸易谈判。但蔡政府还是打着与美方进行贸易谈判的幌子，于2020年开放了含有瘦肉精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进口，但2年多以来仍无自贸谈判的影子。对于这次蔡英文当局大张旗鼓宣传称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是双方关系大跃进，党内一些专业人士就称，这个所谓的倡议就是一个空头支票，美国根本不会与台湾签实际的经贸协定，因为美方已经挑明11项谈判根本不涉及关税减免措施的内容。加入 CPP， 我觉得这是两回事啊。CPTPP 美国根本不在里面，这个是单方面，我们可能要付出很多承诺。如果是换汤不换药的话，那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新意，也不需要这么大做文章。应该签 BTA 或者签 FTA 会有关税减免。倡议的话，没有实质对台湾的经济的贡献。来就会吃了，现买了买这么多啊，
结果我们要的什么都没有，只有要到一个 talk。国民党前主席明代江启臣指出，去年民进党当局就和美国宣布重启 TIFA， 也就是贸易及投资架构协定谈判，涵盖的内容比这次所谓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更广泛，但1年以来毫无具体成果。他注意到，这次的倡议根本没有明确达成双边贸易协定的终极目标，也没有降税和市场准入机制安排。这样的倡议充其量只是希望而已，是以会养会。彭博社认为，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的内容与印太经济框架的内容有点类似，因此可以被视为美国对台湾未被纳入印太经济框架的一种补偿。但是，所有贸易谈判，包括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谈判，都将是复杂、漫长和艰难的。其实，美台之间向来在贸易往来中几乎是没有摩擦的。在关键的合作领域也是无摩擦状态，所以这个倡议提出来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目的，落脚在美台之间的一个倡议，是为了安抚台湾当局的一些不满。岛内舆论普遍认为，所谓的补偿也就是面子工程而已。事实上，一个中国原则已经是国际社会的主流认知，因此几乎所有需要官方商签的各类协议，台湾地区基本都无法参与。但如果我们错失了 CPTPP， 我们错失了印太经济架构，台湾的经贸会倒退20年。说来说去就是那一套。然后呢，就只是每次你知道这个落空了之后，开始讲下一个落空开始讲这个印太经济架构是美国说了算的耶，美国自己就可以决定的，他同样不让我们加入。你不要以为只有一个倡议，要说啊，我们台美贸易大跃进哦，你到时候看到细节你就知道了啦，对，你就会知道你得到的有没有比失去的多了。这个协议的核心跟 IPEF 一样，都不是关税，也无关市场，而是标准啊，所以。你台湾去迎合美国的标准，不一定每个议题你都会获利的，有一些你甚至会受害了。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台当局与美国即将启动所谓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并授权美国在台协会和台当局在美联络机构于月底展开谈判，您对此如何解读？记得在200多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致函拜登总统，敦促白宫把台湾纳入到拟议中的印太经济框架中的时候，我曾经说过，虽然台湾加入印太经济框架符合美国企图通过印太战略来遏制中国大陆的大战略，这与蔡英文当局近年来推行的亲陆抗美政治路线，以及想与中国大陆脱钩的经济路线是高度一致的。而且台湾独步全球的半导体产业也是美国推行与中国大陆高科技脱钩的利器。但是鉴于台湾加入印太经济框架会让相当一部分跟中国大陆关系友好的东盟国家感到敏感与不舒服，拜登政府一定会在这件事情上暂时保持克制，以免坏了美国引诱东盟国家加入印太经济框架的大局。同时我还认为，为了安抚蔡英文当局受伤的心灵，拜登政府一定会采取其他措施来弥补。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所谓的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东。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它并不是这些年来蔡英文当局梦寐以求想要得到的美台自贸协定，因为自贸协定不仅是刚性的，而且将会包含市场开放与关税减让这2大核心要素。然而在接下来美台要谈的21世纪贸易倡议当中，虽然看上去内容相当宽泛，包罗万象，但是却没有涉及到这2个核心元素。那么它究竟像什么东西呢？我认为它跟拜登不久前在日本宣布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非常的像，甚至可以说是一对孪生兄弟。因为印太经济框架也是看上去内容似乎是相当宽泛，包罗万象，但是却没有了市场开放与关税减让这2大核心元素。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实际上就是拜登政府单独给蔡英文当局开的一个小灶，也就是为了弥补与安抚蔡英文当局未能加入印太经济框架的遗憾，美国单独与台湾签订了一个仅限于双边的印太经济框架。
因此，从总体上面来说，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的启动，虽然为未来的美台经济合作打开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空间，但是它绝对没有找到台独势力所吹嘘的那样，也就是美台已经结成了经济同盟关系。那在您看来，拜登政府单独为台湾开小灶，启动所谓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背后又是出于什么样的政治盘算呢？其实，美国不愿意过早的让台湾加入印太经济框架，是为了避免把东盟国家卷入到敏感的台湾政治议题当中，以免最终因小失大，坏了美国印太战略的大计。而拜登政府最终拒绝与台湾谈自贸协定问题，是因为美台签订自贸协定会被中国大陆认为是违反了一中原则，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只有2个主权国家才能够相互签订自贸协定。同时，拜登政府为了避免触犯一中原则，避免违反中美建交3个联合公报以及与台湾关系法，甚至还仅仅是指派低层级且属于半官方的机构，也就是美国在台协会和台当局在美联络机构展开谈判。但是，拜登政府的克制与低调却并不影响美台双方提升经贸关系的实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拜登政府的对台政策与做法，跟特朗普时期的对台政策与做法，还是有着非常关键性的不同。特朗普时期的对台政策与做法，不仅好大喜功、重面子，而且非常情绪化，喜欢把表面功夫做足。凡是能够挑衅与刺激中国大陆的事情，他们是该做的也做，不该做的也做，甚至是不管蔡英文当局最终能不能受得了这个补。而拜登政府的对台政策与做法，这不喜欢张扬，不喜欢面子，不喜欢场面上的功夫，而是更看重理智。其中的典型表现就是尽量不去碰触台湾问题的政治底线，也就是台独势力想要的政治性突破，一般不会给。但是在经贸交往层面，这是鸭子划水，能做的都在做。同时在对台军售层面，也是不再贪多求全，而是专门卖给台湾一些实用且非对称性的武器。那么在实际功效上，特朗普的对台政策虽然张牙舞爪，把台海局势搞得是鸡飞狗跳，但是真正起到的只不过是一个发泄情绪作用，图一个热闹而已。相反，拜登政府的对台政策虽然没有张牙舞爪，但是给中美关系与两岸关系带来的却是长期的内伤。而这样一种现象，也就给中国大陆接下来处理中美关系与两岸关系带来了一个新的挑战，那就是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当然要继续守住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底线，因为它不仅仅是事关面子的问题，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得防着拜登政府笑里藏刀的做法，也就是表面上客客气气，尽量避免激怒你，但暗地里却在玩阴的。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最新情况。乌军方面表示已经撤出了乌东城市北顿涅茨克，美方则开始提供新一轮军事援助。德国也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现代化防空系统。外界关注美方最新援乌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射程可达300公里，一旦用于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则有可能将美方拖入直接冲突。北约援乌武器重型化趋势明显，对局势有何影响？来看看分析。乌克兰卢甘斯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盖代周三承认，在猛烈炮击和激烈巷战进行的同时，乌军部队已部分撤出该州行政中心北顿涅茨克。他在社交媒体强调，这不是背叛，而是撤退，目的是后撤到更有利的预先准备好的阵地，同时等待西方武器，然后准备解放备战领土。乌总统泽连斯基也在一场电视讲话中表示，俄军正在顿巴斯东部地区集结力量，并发起大规模进攻，乌方的防御力量面临巨大压力。他坦言，当地局势仍然极其困难。泽连斯基还指出，我们每天会损失60到100名士兵，大约500人在战斗中受伤。北顿涅茨克于1958年设市，当地化学工业发达。自2014年乌东地区爆发危机以来，乌政府就将卢甘斯克州的行政部门设置在了北顿涅茨克市。
观察指，对乌政府而言，失去北顿涅茨克造成的政治打击不亚于军事后果。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的分析人员则表示，撤退的决定在战略上是明智的，无论多么痛苦，并认为乌克兰必须用好其更为有限的资源，专注于收复关键地带。目前，大部分市民已经撤离北顿涅茨克，俄罗斯军队已经控制当地近70%的区域。这个战场也发生了比较明显的一些变化了，就是说俄罗斯采取这个第2阶段的，它重点放在东部和南部的这样竞争的，其实看起来还是取得一定成效的。这也从我们说客观上也反映出，确实俄罗斯和乌克兰它的这种军事力量的对比确实是很悬殊的。但另一方面还是要看到乌克兰它还是有源源不断的这种西方的这种资源，它的继续抵抗反击的决心，我们看其实还是会长期存在的。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乌军撤出北顿涅茨克的消息传出几小时前，美国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包括中程火箭弹发射系统在内的价值7亿美元的新一轮安全援助，作为美国国会最近批准的400亿美元援助计划的一部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此回应称，美国是在故意火上浇油。俄方认为美方行为不利于激发乌领导层的和平谈判意愿。外界注意到，俄乌冲突爆发初期，美国援乌的主要是步兵武器、便携式反坦克和防空导弹以及其他各种军用装备。随着俄乌争夺焦点区域转向顿巴斯地区，乌克兰开始要求西方提供重型武器。乌军前不久就接收了美军的 M777 型榴弹炮，其使用火箭助推，炮弹最大射程约为40公里。而乌军将接收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射程更远，威力更大，也是目前援乌同类武器中最为先进的一款。海马斯拥有 GPS 定位系统，可以发射射程约80公里的中程火箭弹和射程约300公里的远程火箭弹，发射后1分钟可完成装填。尽管美国此次提供的80公里射程的弹药未达到乌总统泽连斯基的要求，但这已经是乌克兰迄今接收到的最强大武器。实际上，美方决定向乌克兰提供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并非没有顾虑。美方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担心乌克兰可能会利用这些武器发动针对俄罗斯本土的袭击，拜登政府在是否对乌运送这类武器的问题上迟疑了数周。此外，美方还担心俄罗斯是否会将越来越多的重型武器被运往乌克兰视为挑衅，并可能引发对美国的报复。为此，美国总统拜登还特意在《纽约时报》撰文，重申美国政府不与俄直接冲突的立场，又称美国并不想挑起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表示，乌克兰已向美方保证，美方向乌克兰提供的火箭弹发射系统不会被用来打击俄罗斯领土上的目标。The Ukrainians have given us assurances that they will not use these systems against targets on Russian territory. The best way to avoid escalation is for Russia to stop the aggression and the war that it started. 一些西方军事分析师认为，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可能成为扭转乌克兰战场局势的关键。另一些分析师则认为没那么容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更是直言，克里姆林宫不相信泽连斯基不用美国武器打击俄罗斯的言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表示，乌克兰要西方国家提供多管火箭炮系统的要求超越了一切界限与合理性，这是一种直接挑衅。另据路透社周三援引3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拜登政府计划向乌克兰出售4架 MQ-1C 灰鹰无人机。乌克兰一直在使用几种较小型的短程无人机与俄罗斯作战，其中包括美制 RQ-20 美洲狮和土耳其生产的拜拉克塔尔 TB2。报道指，灰鹰无人机则代表了技术的飞跃，它可以根据任务要求飞行长达30个小时或更长时间，并且可以为情报工作收集大量数据。此外，它可以携带8枚地狱火导弹。消息人士称，灰鹰无人机制造商通用原子公司对于无人机系统进行的培训通常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但近几周该公司推出了一项计划，旨在几周内培训经验丰富的乌克兰维护及操作人员。无人机培训完成后，美国还会为乌克兰提供地狱火导弹。分析指，自2月底以来，美国一方面源源不断地向乌攻武，加强对俄制裁，同时又避免提供会激怒普京并导致战事外溢的武器，避免直接卷入战争，为的就是要将乌克兰战局纳入自己的战略设计轨道，用较小的付出换取最大的利益。此外，一些欧洲国家也在跟风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装备。
周三，德国总理舒尔茨表示，德国已承诺将向乌克兰提供现代化防空系统，同时还将帮助乌克兰军队配备跟踪雷达。对此，德国国防部表示，德国联邦国防军没有储备相应防空系统，这些系统或由军工复合体企业交付。今日，俄罗斯披露，目前存在交付问题的是由迪尔武器制造公司生产的 IRIS-T 防空系统。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赫姆博尔德表示，他无法对交付问题进行澄清，因为德国联邦国防军的军火库中没有相应储备。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也表态称，德国的决定并不意味着该国很快会向乌克兰交付防空系统，这将需要一段时间，也许需要几个月。曾担任法国前总统萨科齐首席顾问的亨利·盖伊诺在《费加罗报》上警告称，在目光短浅的美国带领下，欧洲国家正在梦游般走入与俄罗斯的战争。《纽约时报》周四发表的文章也指，是美国让这场悲剧性的、局部的，同时也形势模糊的冲突演变成了一场潜在的世界大战。文章认为，乌克兰战场上的局势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尴尬的阶段，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损失惨重。但如果冲突不尽快结束，它的危险就会增加。文章也赞同了盖伊诺的说法，以拜登政府为首的西方国家误解了战争的逻辑，给这场冲突注入了无法抑制的动力。欧洲的转向我觉得其实是要引起我们的深思的，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欧洲这个区域范围内，其实和俄罗斯对抗的这么一种集团式的这个力量正在逐渐的形成，那么其实也会在未来我们说进一步加剧这一方面的地区的一种这个军事的担忧和一种地区安全的担忧。据欧盟方面周三发布的消息，因匈牙利反对，原本计划在当天正式获批的欧盟第6轮对俄制裁方案无法如期通过。实际上，此前欧盟已经原则上就该方案达成共识，要采取禁海运不禁管道的方式，为匈牙利继续获得俄罗斯石油提供一定的豁免时间。不过，这一折中方案不但匈牙利觉得时间不够，各国谈判代表也质疑不公平。面对欧盟第6轮对俄制裁暂时搁浅的结果，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担心欧盟的团结开始崩溃瓦解。欧盟提出的第6轮对俄制裁方案主要内容就是禁止海运石油，欧盟将逐步削减75%的俄罗斯石油进口，而在今年年底前将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削减90%。其他制裁内容包括把俄3家银行踢出 SWIFT 国际支付系统，禁止俄罗斯广播公司在欧盟运作，冻结更多俄罗斯人资产和禁止更多俄罗斯人入境欧盟。但匈牙利拒绝接受其中的俄罗斯石油禁运措施，导致该制裁方案最终未能通过。外界注意到，作为内陆国的匈牙利无法通过海运进口油气，长期依赖华约时代遗留的德鲁日巴管道和传承下来的俄罗斯折扣价来维持占比高达65%的能源供应，因此让其牺牲本国利益配合欧盟一盘棋，确实勉为其难。为此，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提出，在欧盟对俄罗斯的石油禁令中，匈牙利需要延长豁免期至2025年，并要求由欧盟提供8亿欧元左右的替代方案补贴。另外，此前欧尔班还希望获得150亿至180亿欧元的投资，才能放弃使用俄罗斯石油。为了能顺利通过第6轮对俄制裁，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提出折中方案，允许德鲁日巴输油管免于制裁，仅制裁海运原油。法国希望这个方案能打破僵局，但就在外界认为欧盟各国已经就折中方案原则上达成共识之际，却传出欧尔班认为方案提出的允许匈牙利延期2年执行这一措施的时间不够，匈牙利也没得到8亿欧元的补贴。而各国谈判代表也在质疑方案不公平，凭什么匈牙利可以被豁免？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认为，欧盟必须考虑到成员国个别情况，应该给消费最多俄罗斯石油的欧盟国家更多时间来调整。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则担心，欧盟的团结一致开始崩溃瓦解。目前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是比较廉价的，那么这有利于匈牙利呢政府维持国内的一个通胀水平的处在一个合理的区间。此外呢，目前给予匈牙利的这个豁免呢是通过管道，那么管道呢是受制于乌克兰的。那如果乌克兰将来在断油断气的这个手段来施压，这也是匈牙利比较担心的一点。它要通过其他的管道来修建啊，来改建，那这也是一个成本，又增加了不确定性。因此从匈牙利的态度来看，欧盟对于俄罗斯的第6轮的制裁方案
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变数。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欧盟为要不要禁运俄罗斯石油而争吵不休的时候，美国却一边制裁，一边大量从俄罗斯囤油。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周三报道，美国能源信息署统计数据显示，俄罗斯3月从美国第9大石油供应国攀升至第6位，月石油供应量几乎翻倍，达到421.8万桶。俄通社周四还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声称，美国及其盟友正在寻求如何遏制由能源供应问题引发的油价飙升。西方正在探讨以低于市场价格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可行性，而不是放弃进口。拜登特别提到，或许可以购买大宗石油，但要按照限定的价格。如果俄罗斯能做到价格远低于目前的市场价，那么俄罗斯将能够继续出口石油。反映了拜登政府对国内通胀高企的这样一个忧虑。如果拜登政府要求俄罗斯低价供应包括美国在内的这个石油市场的话，那么美欧在协调对俄制裁上将变得更加的困难。欧盟第6轮对俄制裁还悬而未决，接下来会不会有第7轮制裁的猜测，已经开始让欧盟内部头疼了。最积极制裁俄罗斯的东欧前线国家，如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等认为，第7轮必须有，且必须包含杀伤力最大的天然气禁运。但更多欧盟国家领导人持谨慎态度。比利时首相德克罗认为，第6轮落实后应该歇一歇。奥地利总理内哈默则表示，讨论第7轮是可以的，但天然气禁运难度太大，代价太高，至少第7轮不应把天然气包含在内。事实上，天然气已经成为俄罗斯反制欧盟制裁的手段。继保加利亚、波兰和芬兰之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宣布，6月1号起暂停向丹麦沃旭能源公司以及通过壳牌能源欧洲有限公司向德国供应天然气。当天早些时候，因荷兰加斯特拉能源公司未支付4月1号起所拖欠的天然气供应款，俄气宣布即日起停止向其供气。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3月31号签署的总统令，4月1号起，俄方向不友好国家和地区供应天然气时，将改用卢布结算。上述欧洲公司迟迟未转用卢布支付天然气合同，因此俄气决定对其断气。天然气和石油不同的一点就是它更依赖于它的这个运输的方式啊，比如说海上的我们说这种液化的这种方式，还有陆地上这种管道的方式，它不像石油那样相对来讲比较容易的可以在这个陆上和海上进行这个切换啊。具体措施肯定要持续更长时间，可能才能出台。那么一旦真正的形成了，包括在天然气、这个石油和之前的这种煤炭的整体的这个能源禁运的情况下，那我们会发现，以欧洲和俄罗斯的边界为界，可能就会形成分离的2个世界的市场。欧洲这些国家，它必然要寻找新的这个替代的这个能源产品，那必然会造成整个这个全球能源格局的一个重新的洗牌。俄罗斯北方舰队周三证实已完成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测试，年底前该导弹将被部署在新护卫舰上。此前，俄军已经列装2款高超音速导弹，其中匕首已经在俄乌冲突中参与实战，而半个月前，美空军在南加州海岸成功发射一款高超音速武器。2010年以来，美进行17次高超音速武器试验，其中10次失败，实际部署至少是在1年之后。这也就意味着，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俄罗斯已经领先美国。北方舰队指挥官亚历山大·莫伊塞耶夫表示，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级护卫舰上周末从巴伦支海高纬度地区向位于约1000公里外的白海目标发射一枚锆石导弹，试验取得成功。该型护卫舰成功完成锆石高超音速导弹试验周期，验证了在舰本身和新武器的准备程度，将成为第一个全天候配备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的护卫舰。据悉，锆石的速度达到9马赫。去年，这款导弹在军舰和潜艇上的多次试验均取得成功。实际上，俄军已经列装了匕首和先锋2款高超音速武器，其中匕首已经投入实战。俄军方称，匕首可以在飞行过程中不断进行规避机动，是常规防御手段几乎不可能阻止的超级武器。美国海军表示，俄方的高超音速武器对其构成不对称威胁。有评论认为，匕首出击意味着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俄罗斯拔得头筹，美国输掉了第1轮较量。同时，匕首在实战中的惊人亮相，也将促使多国参与研发高超音速武器。实际上，普京早在2018年3月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就介绍了该国的3款高超音速武器，分别是匕首、先锋和锆石。
除了匕首，威力更大的先锋已于2019年底列装俄军部队。据称，今年晚些时候将安装到俄罗斯最新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上。分析人士推测，先锋的射程远至6000公里，最高时速为20倍音速。美国军事期刊《大众机械杂志》分析认为，美国在这一领域落后俄罗斯3至6年。先锋呢，主要是用于战略打击的，它可以携带核弹头，所以这个打击能力要强得多，属于战略威慑武器。匕首呢和锆石都属于战役战术型的。匕首呢主要是对地打击，那么像锆石，它主要是用于反舰，打击水面的移动目标。那这样一来的话，那就可以看出来3款的导弹各有侧重。任务性质呢就不一样，这个呢就表明俄罗斯现在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它是全面开花，而美国也正加紧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的追赶。5月14号，美空军 B-52H 轰炸机在南加州海岸成功发射一枚 AGM-183A 空射快速反应武器。据称 ，AGM-183A 最大射程超过900公里，平均飞行速度为6.5马赫至8马赫。一架 B-52轰炸机可携带4枚至6枚。不过，在此次试射之前 ，AGM-183A 连续3次试验均以失败告终。按照物理学定律，以6倍音速飞行的导弹产生的动能，并不是1倍音速导弹的6倍，而是36倍。美国大众机械杂志认为，高超音速武器存在不少技术难点，但实战价值非常高，因为其速度最高可达20倍音速，因此可以突破目前所有的常规反导系统，这将冲击全球目前的战略平衡。美国空军及五角大楼一再表示，新型高超音速武器将是未来作战的关键。美空军还希望未来 F-15EX、B-52H 轰炸机、B-1B 轰炸机能用高超音速导弹打击敌人的纵深高价值目标和时间敏感目标。据称，美国有70多个与高超音速武器相关的项目。除了5月 AGM-183A 的成功试射，美军3月还从一架 B-52上成功发射了一枚空射吸气式高超声速武器概念导弹。但美国大众机械杂志网站透露，2010年以来，美国进行了17次高超音速武器试验，其中10次失败。距实际部署高超音速武器至少还要1年。实际上呢，就高超音速武器的技术水平来说呢，美国现在还是世界的第一梯队的，尽管呢它是失败的次数比较多，但是呢它的整体的技术积累还是很丰富的。美国素来是武器领先对手的代差为美军的最大优势，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的落后令美方紧张，因此近期美国罕见在这一顶级机密领域拉上盟友共同开发。今年4月初，在美英澳 AUKUS 框架下，继向澳大利亚输出核潜艇建造技术后，再增加3国联合研发高超音速武器的项目。美方加紧研发高超音速武器，也引发多国跟进。巴西、法国、印度、日本和韩国都公开了高超音速领域的相关计划，大部分国家都宣称在本世纪30年代投入使用。这个不是光钱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军工体系的问题，以及财力的问题。那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也就是跟风而已，很难取得真正的突破。